你好，这是流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蛋糕，用酸奶来做一款少油低糖的蛋糕，特别蓬松，Q弹，真好吃，真香。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这款蛋糕特别好吃，我儿子下班回来以后吃了一块，问我从哪里买的蛋糕，我说在流日生活老孙那里买的，把他逗得哈哈大笑。我做蛋糕的时候他上班去了，没在家，他以为我是在日本的蛋糕店买的蛋糕，的确是好吃，小时候的味道，小时候蛋糕店卖的蛋糕的味道，真是古早味蛋糕，特别推荐给你。首先来分蛋，将蛋清和蛋黄分开，放到2个干净的无油无水的容器里边，将蛋清先打到小碗里，然后再放到容器里边的目的呢，是万一有一个坏蛋或者蛋清里边混着蛋黄，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蛋液和蛋清。这个方法有点麻烦，但是呢它能节省很多鸡蛋，绝对不会把你气得发疯。这个要求啊，蛋清里边不能混着蛋黄，蛋黄里边有少许的蛋清则没有关系。在蛋清里边加入20克白糖，首先我们用打蛋器来打发蛋清，制作蛋白霜。用手机计时，高速打发9分钟。我这个打蛋器最高档是5，我设在5上打发了9分钟。这个时候不用担心蛋清会打发过头，也不用总是把打蛋器提起来想什么时候才能打好啊。你可以唱2首歌，唱一唱刘德华的恭喜发财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一会儿计时器就到点了。最后提起打蛋器，像视频当中的直钩形状就可以了。另一个判断标准是将盛有蛋霜的盆儿扣过来，蛋霜不会掉落下来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制作酸奶蛋黄糊，按照传统的做法，应该首先制作蛋黄糊，然后再打发蛋清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反过来，因为我们要用打蛋器来打发蛋黄，这样打蛋器不用清洗，直接打发蛋黄就可以了。蛋黄里加入10克白糖，计时器计时打发3分钟。判断标准是蛋黄糊由红色变成了特别漂亮的乳白色。打发蛋黄蛋清的时候，为什么需要加糖呢？它的原理是这样的，实际上不加糖也是可以打发的，跟鸡蛋本身的性质有关系，但是加糖的目的是为了让气泡稳定和细腻。鸡蛋中含有减弱张力的蛋白质，因此使蛋白质精油打入空气，形成球状的气泡，称之为气泡性。蛋清有2大特点，第一个特点是容易打发，也就是容易起泡。接下来加入15克植物油，手机计时打发1分钟。第二个呢，气泡形状得以保持，也就是气泡的稳定性。鸡蛋中的蛋白质还有空气变性和预热变性2个特点。空气变性呢，就是蛋清经过搅拌打发，形成强有力的薄膜，包裹空气，使蛋清体积变大，质地变得蓬松柔软。预热变性呢，鸡蛋预热会凝固，制作布丁就是利用鸡蛋的预热变性性质。接下来我们要称量40克酸奶，这个酸奶是在超市买的新鲜的酸奶，没有加糖。酸奶中含有益生菌，这种细菌可以常住在消化道里，有助于消除有害的微生物，避免肠道或消化道受损。另外呢，喝酸奶能够促进消化，酸奶与牛奶相比更有利于消化和吸收，使得它的营养素的利用率有所提高。将酸奶倒入到刚才的蛋黄糊当中，然后过筛50克低筋面粉，用硅胶铲充分搅拌均匀。
为什么说加糖打发是为了让气泡稳定和细腻呢？这又涉及到砂糖的特性。在打发鸡蛋的过程当中，加入砂糖有2个作用。第一个作用呢是吸水，第二个作用是能够抑制鸡蛋的空气变性。鸡蛋的空气变性性质能够使打发过的鸡蛋气泡在空气中变硬，有助于维持气泡的稳定。砂糖具有抑制鸡蛋空气变性的能力，所以呢，加了砂糖的鸡蛋会变得更不容易打发。然而，利用这个缺点，反而能使鸡蛋形成更细小的气泡，打发出来的鸡蛋呢更加细腻。打发蛋黄的道理也是一样的，只是蛋黄含有的脂质比较多，油脂会破坏气泡，因此打发蛋黄或全蛋生成的气泡比蛋白少得多。在蛋黄糊和蛋白霜混合之前，我们首先来预热烤箱，这一步不能少。烤箱在冷箱启动的时候，加热管会一直工作，直到达到所需的温度。如果食物长时间暴露在发热管的直接加热当中，食物呢很容易会烤焦，就出现表面烤焦了，内部呢还不熟的情况。所以在放进蛋糕液之前，需要先预热烤箱，让烤箱内部的温度接近我们所需要的烹饪的温度，减少发热管直接加热蛋糕的时间，这样呢才能减少食物表面烤焦的机会。将蛋白霜一次性倒入蛋黄糊当中，用硅胶铲充分搅拌均匀。搅拌的时候呢，用翻底搅拌的方式，一边旋转容器一边搅拌，这样呢能够搅拌的比较充分均匀。搅拌完成以后，直接将蛋糕液倒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模具里边，这样呢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。下面开始烤制蛋糕。为了减少蛋白霜的消泡，我们要把混合好的蛋糕糊快速的放到烤箱里边，直接加热，快速烤制。这也是提前预热烤箱的一个原因。烤箱设置是这样的，160度烤制40分钟，你需要根据你自己烤箱的脾气进行调整。时间到，烤好了，蛋糕出炉了，掂2下，赶快放凉。这个模具扣上去以后，好像有点不透气儿，我有点担心。另外找了2个小碗，用这种方式让它放凉2个小时以上，然后再脱模。2个半小时过去了，下面我们开始来脱模。用面包刀顺着模具边缘转一圈，然后再扣过来，就很容易把蛋糕取出来了。你看这蛋糕多么绵密呀，按一按，Q弹Q弹，感觉真好。切开看看里边的组织怎么样？哇，按下去弹上来，按下去弹上来，真是 Q 弹 Q 弹，太棒了！这款酸奶蛋糕真是太好吃了，简直出乎我的意料。你看这颜色，这质地真是非常漂亮，小时候的味道，特别推荐给你。来看看，酸奶蛋糕做好了，你看小蛋糕真漂亮，厨房满满的蛋糕味儿。我们来尝一尝啊，你看啊 ，Q 弹 Q 弹的。你看看这质地呢，真是 Q 弹 Q 弹，相当蓬松。
小时候的味道，纯小时候的蛋糕店卖的那个蛋糕的味道，特别纯的蛋糕的味道，太好吃了。外皮吧它不脆，因为放凉了，软，里边呢也特别蓬松，溜软的，到嘴里的口感呢就是蛋糕店卖的那个蛋糕的味道，哎，真是太棒了。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做这个蛋糕，绝对再不用到蛋糕店去买蛋糕吃了，在家里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出来，太棒了啊！为止呢，这个蛋糕啊，油少，糖少，一点都不粘牙，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，还有啊，你觉得对糖觉得太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你吃这款蛋糕真是太棒了。哎呀，真好吃！你看，Q弹，真是太棒了，棉花般一样的软，绵密，像棉花一样绵密，足的蛋糕的味道，哇，太棒！好，这个方法做起来简单，并且呢成功率特别高，特别推荐给你，请你吃酸奶蛋糕，真是好，特别推荐给你，孩子肯定乐吃的不得了。好，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